Hello，同学们，早上、中午、晚上好，打脸了啊！上个视频我们讲了一个根据滑点的距离去判断大户是否进场，或者说是捕捉新闻事件造成的这个市场剧烈波动，然后跟随着交易的一个量化策略。最后我们回测下来，发现绩效并不理想。我当时说不想在这种策略上浪费时间，但是录完视频之后，我又做了一些研究啊，然后把这个策略稍微做了一下修改，发现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可取之处的。这是我们稍加修改之后的盈利曲线，然后盈利因子的话是 1.25， 公报比的话是 6.42， 总共551笔交易。如果这么看的话，其实这个策略还是值得我们再挖掘一下的。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修改了哪里，修改之后的策略规则是怎么样的。首先是我们的进场上一个视频我们讲的是用1分钟的 K 线来判断，然后我们把它改成用5分钟 K 线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之间的距离判断，最少达到30个大点的距离，我们才认为这个价格有这个 Big Move 的现象。可能是因为各种新闻事件，或者说是有这个大单大户进场，导致这个市场的交易环境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本质来讲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做动能就是动能类的交易策略。然后进场之后，我们的止损还是50大点。而止盈的话，我们这里就不再使用固定的盈亏比了，而是使用一个比较小的止盈价位，也就是30个大点的距离作为止盈。还有就是因为这种大波动就是这种 Big Move 的情况，它不是很多交易机会不是经常出现，所以我们规定是可以存在同方向的多个订单的。但是因为这种大波动的情况，多数情况都发生在这个可能是出现了各种新闻事件导致的这个盘面剧烈波动，所以本质来讲我们是在根据这个新闻事件来做相应的反应。那么这就意味着策略交易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点，它的交易环境可能预示着当时它的滑点会比较大。为了杜绝这种交易成本的负面影响，我们就尽可能使用 Limit Order， 也就是限价单。我这里简单说一下，像我们上节视频我们演示的这种市价单，它的意思就是说直接进场，不管当时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不管滑点是多少，就是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持有单子。市价单它保证你一定能够成交，但是不能保证你想要的价格就是当时的价格。如果当时的流动性很充足的话，那么你成交的价就是你下单的那个价格，就是你想要的价。但是一旦市场的波动性加大，你使用市价单去做的话，那么就可能单子最后的这个成交价与你想要的这个价格之间就会产生不少的距离。而使用 Limit Order， 它的意思就是它保证你成交的价格就是你想要的价格，但是它不保证你一定能够成交。这就是这两种订单类型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为了尽可能避免滑点的影响，我们这里就使用这个 Limit Order。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全部逻辑，其实也没有改多少，就是改了一下这个做单的时间级别，还有盈亏比这些，依旧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交易策略。这里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回测结果我们会发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规定说这个策略就是用来做新闻事件的，但是策略跑出来的结果却是非常契合这一点。我们看一下这里也就是它这个做单的时间，也就是这里的15代表的是很明显它这里的交易量交易机会是最多的。因为我目前回测的这个平台，它的时间是这个东二区，那么把它这里的时间进行一个换算的话，这里的15点其实就是美国市场开盘的那1个小时。然后我们看一下星期，这里星期5的话也是交易笔数它应该是最多的，这也非常符合逻辑因为周五的时候通常来说会有很多的这个重要新闻都是在周五产生，并且美国市场的开盘也会导致市场的这个波动幅度加剧。然后即便是我们这里把这里的这个做单时间从这个5分钟改到15分钟，这种逻辑同样是符合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参数，这里同样的是15点，然后虽然它这里周五不是交易笔数最多的，但是它也不算少，并且我们好像是把这个改成20的话，这种现象依旧是同样存在的，也就是它这个做单的时间依旧是处于这个美国市场的开盘时间15点，就是这种逻辑这个订单的逻辑，你不管是在5分钟还是15分钟还是20分钟，
它都是存在这样的现象的。好，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全部内容了。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再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当然也可以从这里下载这个策略，然后你们自己拿去回测一下。好，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帮我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